我代替他申请举报候审。还不行，为什么？案情不清晰，证据没确定。我已经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赵寻的证据不实。案情还不清晰吗？不够。你和被害人聊过案情经过吗？当然没有。那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撒谎吗？他不撒谎未必会立案，成功也未必会被刑拘。他撒谎是想让指控的证据更有力。你认为他为什么报警？想从成功那得到什么吗？成功先生呢，对无辜连累赵雪女士觉得非常内疚，提出过优厚的条件和善后的安排，他一一都拒绝了。如果赵寻是为了对成功先生有经济企图，那在我的工作范围早就可以达到和解，不至于报警。他报了警，什么都得不到，除了真相。要有真相，为什么还要撒谎？不自相矛盾吗？他没有勇气面对100%真实的自己吧？那晚发生的某一部分，他面对不了，更解释不了。我明天还会再来，谢谢。要有真相，为什么还要撒谎？不自相矛盾吗？他没有勇气面对100%真实的自己吧？那晚发生的某一部分，他面对不了，更解释不了。把头给我揉了。哎，我该你什么事儿？我让他揉。我不管他外边是什么名人，来了这儿就得守这儿的规矩。何况，哼，这还是个强奸犯。我可以给你揉，但你不能这么叫我。我不是。怎么着啊？啊？这儿吸毒贩毒的，绑架诈骗的。来这儿谁不跟明镜一样？怎么着？冤枉你了，强奸犯。我不会在这儿待多久了，很快就能证明我的清白。别那么叫我。要我说呀，这哥们儿保不齐还真是让人设局给冤进来了。你们看，这身材，这长相，还用他强奸吗？别人强奸他还差不多。看我说，你就是不懂，人不可貌相啊！别看他长这个模样，那不定他心里多变态呢。就是，哼，不到这儿还装可爱。什么意思啊？啊，强奸犯，给老子捡起来！我跟你说话呢，强奸犯，给老子捡起来！这份文件不涉及本案的刑诉活动，公安机关允许我交给嫌疑人。行，没问题，我先拿去消毒，然后让内提递给他。谢谢。
太清楚。现在呢？现在呢？现在好了。现在听到啊？现在能听到，我说话你能听到吗？你可以再大点声。啊，好。你还好吗？我听说你打架了，伤怎么样？没事儿。你证据提交了吗？啊，我提供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我明天能出去吗？问了，没有明确回答要不要延长拘留。我也不敢问你公司的情况，我自己也不敢想。公司的情况还可以，新路把局面控制住了，但是股票跳水狂跌，机构催缴保证金，否则的话，强行平仓。如果到这一步，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员工持股的那部分。你告诉新路，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我自己的私人账户，不能让员工的利益受损，因为这都是我的错，不能让别人背锅。新路已经这么做了，他昨天从自己的账户拿出5000万交给信托，所以稳住了机构和公司的人心，员工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你放心。他动了自己的私人账户，5000万。行啊，是我老婆。其实有你们在，我没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待在这里边最大的好处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都不用想。林看，林看，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什么事儿？你稍等啊。请问文件递了吗？我不想递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事儿，我跟他们说你伤得比较重，请他们好好照顾你。陈董，我们约法3章好吗？你说。你尽量稳定住情绪，不要再打架了，好吗？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啊！我会的。你看，公司有任何事情，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啊？你放心，我过2天还来。好，拜托了。好，那个你跟新路说，请他放心，我在这里边一切都好，千万不要跟他说我打架的事儿。好。你的文件。这边。赵璇，你在这干什么？我想
说啊，我想找你，找我干嘛？报警自首。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撒了多少谎？哪些关键情节撒了谎？醒酒的时间点，其他没有。发生关系全程你都醒着？撒谎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激烈反抗拒绝他？我怕。怕什么？怕你的指控不够有力？对不起，我不想辜负你对我的帮助，我想要对得起你的努力。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人是你自己。我帮你不是为了你预设的某个事实，而是想让你说出自己内心的真相。你报警指控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而是为自己发声。哪怕那些话、那个声音它不符合别人的希望，知道吗？我的行为损害了您在警队的威信，触犯了法律。我做了伪证，心甘情愿接受一切惩罚。请你抓我。12点20，你为什么打电话给前台让人送酒上楼？只要一有人来，我就能趁机逃跑。你不是一点反抗都没有做过？我有，我去卫生间洗澡，就是想找机会逃跑。可是他一直在门口，我根本逃不走。喊人送酒上楼也是这个目的，可也失败了。那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你想过办法，做过努力。事发当时、过后、此刻、未来，你都坚持主张自己被侵犯，指控他强奸是吗？明天重新开始，说出每一个细节，我要绝对的真实。不管你说的这些话能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哪怕发生过的事情它对你不利，没关系，勇敢面对自己，你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受害人。可以吗？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谢谢燕燕。走吧，送你回家。啊，进来。师傅，还不走啊？你看，您也没走啊？回来取点东西。还有工作？没有了。那走吧。好。师傅，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么严肃？问吧。10年前我来律所是因为您看上我这个人呢，还是因为吴老师他要求？问这干嘛？多少年前的事儿。我一直想知道。听真话。当然是他要求我，他命令我录用你，不容拒绝，不容反抗。完全没有因为我的一点点才能吗？当然没有。当年你有多优秀啊？比你成绩、简历漂亮的人多的是，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法学院博士，哪个不比你强啊？凭什么要用你啊？要不是吴老强塞，我还没说完呢。
果明天早上8点钟我没回信息的话，打电话提醒我。好的，辛董。辛董，这些文件还要麻烦您再看一下。那我先拿回家看吧。好，拿一下，谢谢。谢谢。这2天辛苦了，晚安。辛董，我想谢谢您，您用自己的钱给员工持股计划补仓，我就不用破产了。还有我妈的退休金就保住了，谢谢您。回去早点睡，明天早上8点新营队见。去吧。谢谢眼镜哥。我承认，在第一次接收笔录时，何时清醒的时间点上，我向公安机关撒了谎，提供了虚假证词，妨碍了司法公正。那就用真实陈述来纠错。返回大臣，进入成功卧室前，我恢复了一点模糊意识，清醒过来是在他床上。是被他清醒的吗？是。我一下彻底清醒过来。那时你的想法是什么？立刻离开。你对他表达你的想法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我没办法当面拒绝他。为什么不能当面拒绝？因为我做不到。你想离开，但是又无法当面拒绝。那你做了什么？我3次想办法试图离开，最后一次几乎成了。第一次我意识模糊没全醒，但后来我认出了董事长楼层长长的走廊。怎么了？啊？好晕，送我回家。好好好，别急，来。哎呀，
请你再次确认赵寻在卧室门外对你说了什么。他说我腿软，站不住，你抱我。他真这样说？是的，他还用手撑住门框，所以我把他抱进了卧室。你当时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你能清楚地记得你说的是，这不是我家，我要回自己家吗？记得，我那个时候认出那是他卧室门，我心里一惊。我记得这件事儿。这个细节里，双方必有一方在说谎。哎呀，咱们是四不对证。然后我又迷糊了过去，不知道怎么到了他床上，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被他惊醒，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办，本能的说出：“你去洗澡。”他记得一点都没错。我打完电话到床上亲醒他，他一张嘴就说：“你快去洗澡。”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严警官，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你会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一个女人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让他先去洗澡，这难道不是许可对方可以进一步的暗示吗？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解释吗？如果有的话，请不吝赐教。我想他去洗澡，就能趁他进卫生间，不声不响的悄悄离开。他察觉到你想趁机离开的企图吗？他笑着说：“我已经洗过了。”那我去洗。哎，哎呀！撞疼了吧？我这里大，你第一次来，你会迷路的。我带你去卫生间啊。不用。啊？你拿包干什么？里面有洗漱用品。哎呀，我那里边什么都有。不要。我知道，第二次想离开的计划失败了。你当时有意识到你的这句话反而还起了反作用，被对方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认为是你的暗示默许吗？所以我必须立刻离开他，离开那张床，争取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空间，再找一个别的办法。哎，锁的可真快啊！你怎么把门还锁了呢？要不要我进去帮你洗啊？啊？不要！我不介意再洗一次。啊？那好，我帮你做一杯蜂蜜柠檬水解酒，你慢慢洗啊。啊。叮咚，蜂蜜柠檬水到了，请把门打开品尝一下吧。哦，我一会儿再喝。哎呀，你刚喝完酒不能洗时间太长了，小心晕倒。你把水先喝了，解酒。你放心，我不进去，你把水拿进去吧。我一会儿出来再喝。
那你快点啊！啊。还没洗完呢。赵群，哎，赵群，把门打开。你猜我发现一个什么好东西啊？有个小礼物送给你，你一定会喜欢的。我再洗一会儿。哎呀，你怎么这么磨叽啊？你要把自己洗得多香啊！啊？没有，我再洗一会儿。你快点啊！你肯定会喜欢这个东西的。喂，喂，我是赵助理。日班有没有和你交接陈总要的2箱红酒？哦，赵助理有，就在那个大堂前台放着呢，原封不动。请立刻送上来，现在，马上。哦，好，赵助理你稍等，我马上给你送上来，几分钟。尽快。然后我就坐在洗手间，等卧室门铃响。我计划卧室门铃一响，我就冲出卫生间，在他开门的那一刻，不由分说的溜出去。谁啊？陈总您好。什么事儿？陈总好，我是大堂管家小婷，给陈总送红酒到了，大半夜的你有酒吧？你有病吧你？下去。洗完了，怎么还把衣服穿上了啊？真香。我知道躲了3个月，这一次躲不过去了。你3次试图离开现场都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留下。之后你还做过离开现场的努力吗？没有机会了。此后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动作，表示过拒绝反抗？他没有。我没有。那半个小时里，你的态度是配合还是抵触？他配合。我忍受。直到信
性关系发生前的最后一刻，你都还在努力自救，制造机会逃离现场，为什么当性侵发生后，你反而放弃挣扎呢？因为我阻止不了，我就想尽快结束。他对你动作言语粗暴吗？还挺温柔。是。所以你没有强烈感觉到自己被伤害。是。那之后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你的态度有没有因此而转变？从不愿意变成愿意，从排斥转为接纳？没有，从头到尾我很清楚，不愿意。内心再不情愿，也没有在这半个小时里以任何方式表示过拒绝或者是反抗。你是怕他吗？我怕的不是他。那你怕什么？怕撕破脸。为什么撕破脸是比身体被侵害更糟糕的选项？被侵害是比自己退一步。那撕破脸呢？那是绝路。本案被害人赵寻有3次自救行为，我觉得可以作为成功强奸定罪的构成要件。你认为赵寻能够自圆其说，尤其是第3次自救行为有保安江小宁证人证言支持印证，但是成功也能自圆其说呀。你看赵寻有3次试图逃离现场。但是成功没有察觉到女方的心理活动，也没有接受到对方不愿意的讯息，尤其是第2次，女方说：“你去洗澡。”这句话在说和听的双方能得出南辕北辙2种真相。女方的逃脱企图呢，被男方合理读解成什么？默许、暗示。真的，站在男性的角度来说成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更符合男性思维和世俗逻辑。咱们再说第3次自救，女方利用第3方创造了开门的机会，但是成功把那个冒失的保安骂走之后，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保安是赵寻叫上来搅局的，对吗？我认可本案当中因为双方的性别差异造成的认知误读和行为偏差。那好，那咱们来试想一下，在长达半小时拖延时间、逃离现场的各种自救，如果转化成清晰明了的一句话：“我要回家”，会发生什么？要么成功呢是个谦谦君子偃旗息鼓，放赵寻回家；要么就是个伪君子硬上了。问题是本案暴力胁迫、身体伤害一概没有。人家成功说我没有强奸，自辩无罪，他是有其合理性的，咱不能否认。无论是之前的3次自救，还是整个过程零拒绝、零反抗，赵寻没有一次对他所受到的伤害说不，也没有对成功违背他的意愿所发生的行为当头棒喝，所以造成什么？一方认为是强奸，另一方认为是什么？正常恋爱的偏差恶果。所以我认为成功没有明知违背，
赵寻的意愿强迫与其发生性行为啊，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顶多就算是一起，两性误解造成的悲剧，而且这个误解的责任呢，也不能由成功一方全部承担，你觉得呢？赵寻3次自救，都不是对成功直抒胸臆，而是取笔借力，弯弯绕绕达到逃之夭夭的目的。他千方百计避免正面冲突，回避面对面拒绝嫌疑人，哪怕逃脱结果一样会激怒对方，造成相同恶果，他也极力避免当面对他说出那个“不”字。我要问的问题是，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中，弱势方为什么总是无法对强者说不？强对弱的性侵中，受害人的反抗是不是强奸定罪的构成要件？你看啊，嫌疑人与受害人，总裁和助理，高位对低位，豪华写字楼里面的私人卧室，封闭空间，符合强势一方利用教养、从属职权及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进行挟制，迫使弱势一方被迫屈从、不敢抗拒的强奸定罪。当权力关系发生作用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她忌惮的不只是对方的身体力量，还有社会对她名誉贞操严苛的道德审查，以及强者手中的权力能够操纵她的一切方面，职场升迁、人际关系、恋爱婚姻。受害人不敢反抗，不敢拒绝，不是被有形的力量束缚，而是困于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性侵，即使是温柔的，它也是强奸。同意。被权力和精神控制，以不对等地位胁迫下的性侵，在司法实践中，它不易被认定，因为它有别于暴力强奸案的黑白分明。但我们法律要保护的，不只是那些以命相搏、宁死不屈的女性，还有胆怯懦弱、忍受侮辱的女性。时代在进步，是否违背女性意志，不再以是否有肢体动作的反抗为构成要件。哎，我们不能像古人要求烈妇烈女那样去要求当代女性，而且刑法理论也没有将受害人的反抗视为违背受害人意志的构成要件，对吧？同意。本案受害人即使在性行为中缺乏反抗证据，但是3次自救未遂，足以证明他不是出于自愿。我坚持认为，强奸定罪成立。同意。同意。哦，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就继续推进侦查。行。你进来3天了，今天至关重要，等着吧。晚上管教会叫你出去签延长。签什么延长？延长拘留期限了。要延长多少天？小案延4天，大案直接延30。期满向检察院报补，检察院7天批准逮捕逮捕。7天内呢，批捕科会来人提审你一次，所以小案7加7 14天，大案30加7 37天。要么逮捕，要么就放人。你这个妥妥的大案，第37天晚上，公安就会来找你签逮捕。我会被延长37天，凭什么呀？他们没有证据。那就更要37天满打满算了。他们在这期间啊，就继续找证据。期限到了，好歹先把你逮捕了，然后再慢慢的搜集证据。要是再加上2退3延、3延2退，继续延长退检，一晃1年就过去了，你早晚会得到法院通知的。我有好的律师。呀，律师没啥用，律师只是你跟外界的一个传话筒。你信不信今天晚上管教会来叫你签延长？不信咱们俩就赌一赌，
我说对了，你就说我2只烧鸡；我要说错了呢，我就帮你洗1次衣服。我劝你啊，做好这个长期抗战的准备。怎么？没事，我有点头晕。新来的，慢慢就好了。Non-perfection, I remember that. Like to break my heart, although I pretend not to be her. Non-perfection, I still think of that. You jump octave and turn the key too high. Ooh. 时光缄默，圆缺失色，黑暗中小小一个，神色自若，波澜壮阔，看透了冰与火，各自挥霍。读懂了爱与痛，透视枷锁，就此别过，转身离开街头，让过去的过去投生于将来，按下暂停键，重新决断，让此刻的延续出发去下一个，有谁能完美，能放下狼狈，人生在沉浮中起落，体会爱的滋味，有谁能完美，就让它完美，爱无畏，心有愧，让时间停